全球都在忙起来优化机场、大抢观光财的时候，唯独这个国家中国自断手脚。中日冲突，中国在撩拨仇日的情绪。你现在看到的，出现了史上最讽刺荒谬的一幕：滨崎步站在上海14000个空座位前，对着空气开唱，不是没人来，是不准有人来。结果你就看到了民间仇日的怒火，这一波为什么烧不起来？居然连平日最爱对日本开火的胡锡进都公开谴责，这一次太粗暴了，居然熄灯、拔麦。赶你下台就不让你唱，一切的一切，中国官方操作太用力，最后反而沦为官方的独角戏啊！看起来中国啊逐渐拉高对于日本这种抗争的态势，现在居然在中国这个微博上面啊，一直疯传一个消息，说呢现在上海已经有一个最新通知啊，说所有的表演第一个要禁唱日本歌曲啊。还有像一些所谓的地下团体啊，他们本来都是做一些地下音乐的这些啊，所谓的偶像也都要强制唱中文歌。那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虽然到目前为止哦，官方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公告，可是啊，像他们这个所谓地下团体，就说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唱日文歌，甚至连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像这个所谓的动漫展里面，很多人也去模仿啊，这个 cosplay 日本的这个动漫展的这个角色，结果没有想到现在也传说，通通都禁止哦，甚至要从12月初开始呢，就要全面施行啊！这不就来了吗？你看到《海贼王》的歌手登台都已经唱到了一半，居然粗暴的被拔麦、被赶下台，还有什么他们不敢做的？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事实上这个歌手啊叫做大龟真希啊，他整个愣住了。为什么？因为28号的时候，上海举办了一个万代南梦宫这个嘉年华2025的活动。结果这个大龟真希啊，他是一个日本歌手，还作为压轴演出。你知道他在画面那个过程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啊，他有载歌载舞，而且还拿着麦克风啊，给台下的这个观众要他们大家大合唱。但是突然就像这个画面突然整个黑掉，硬生生咖歌哪有这么粗暴的事情？而且他那时候正在唱，有没有？他这还跟台下在做互动哦，就没有想到呢，后面的荧幕先没有了，然后呢，整个灯光大开，接下来就2名工作人员呢就跑到他的身边，跟他讲了几句话之后呢，居然第一个把他麦克风拿走，甚至要请他下台啊。后来大龟真希在社群媒体里面，他就发言了几个字，他说当天活动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给取消了，但重点是不是只有28号取消，是他后面相关的这个活动啊，全部都取消。好，我们现在看到是《海贼王》的现场，极其荒诞，对不对？再来看到这个是最温柔的控诉，滨崎步居然对着空荡荡的1.4万的大场面，对着空气唱。台下空无一人啊！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啊，滨崎步并不是在做彩排，因为他29号在上海要进行这个演唱会，结果没有想到28号的时候呢，居然主办单位接到通知说呢要临时取消，而且原因呢跟刚刚大龟真希的一模一样，叫做不可抗力的因素啊。那其实老实讲啊，滨崎步他非常的这个敬业，因为一般人来讲说你不让我办就算了嘛，但他没有。29号他正常啊把这个演唱会给举行，但是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哇，这个彩带纷飞，舞台华丽，但是座位上完全没有人。为什么？滨崎步说呢，他希望把这个整个演唱会的过程啊，把它全程拍下来。那未来希望有机会呢，让他的这个观众、喜爱他的歌迷可以看得到。可是你知道吗？他29号的一个演唱会被取消的时候，其实大批的这个所谓的中国歌迷啊，他们就前往了。滨崎步啊，他们有一个叫做主题咖啡馆，在那边自主的聚会，因为我不能够看这个活动嘛，结果没有想他们在那边聚会，开心的自拍说，我还是很喜欢滨崎步的时候，没有多久，我告诉你，另外一组人出现了，这一组人居然是公安啊，因为公安啊，他们居然拍，有没有画面啊？公安的车子就来感人了，而且还说不好意思哦，那个滨崎步的画面，那个海报什么，全部给我撤下来，你们不可以在这边说你有多喜欢日本歌手啊。所以从刚刚滨崎步对着空气唱。不是他的粉丝不来听，是国家不准他们来听。那我到他的主题咖啡馆不行，早早回家洗洗睡，连海报都要撤下来。你最后看出了一种氛围，这个跟10几年前那个钓鱼台民众由下而上自发性的反日抗日的行动完全截然不同。这次是由上而下强压，不准你们去亲近日本文化。
太粗暴了。可是呢，事实上啊，后来也让大家就怀疑，就是讲说，我们刚刚提到2场活动就是在上海。其中有另外一个这个音乐家叫做日本摇滚小提琴家，他同时也是声优阿亚萨。他之前呢其实也有办这个一个演出，而且他在成都、跟上海还有北京啊，通通都要举行。是。那结果没有想到呢，他原定12月6号跟7号的这个所谓在成都跟上海的演出呢，他都张贴了公告说，因为受到不可抗力的影响，不得不取消。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对啊，你今天如果要配合中国这个官方政策的话，那就全部取消掉。结果没有想到，他居然11月30号在北京的场子啊是有正常举行哦，所以开始就有一些这个所谓中国的网友就非常好奇啊，说你如果要应该是全国通通一起禁止，你怎么会变成北京的我可以演，那上海跟其他东西都不能演呢？而且呢，中国现在把这个力道啊逐渐加大的时候，你看哦，《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啊，他居然就讲了一段话。他说呢，现在中国对日本制裁啊，他说你现在做了很多方式哦，感觉上很有用，但是呢，应该要有力但不失分寸。对，为什么？避免了接下来你如果太不断的这个一直在这个冲撞的话，很有可能会引发反效果。所以这句话你用直数据去解读这个胡锡进的话，就是你所有的反日是不但无力，而且你痛失分寸了。对，但是胡锡进这边发文说也很怪，他29号的时候发文，30号的时候你再去找这篇文章已经不见了，不准你说了，不知道是自己下架还是那个被下架。对，结果后来30号的时候他又再发了一篇，也是在讲述这件事情，但是就被发现到说他的语气啊明显委婉许多啊。好，你今天从基恩这个画面一路看到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想复制当时钓鱼台的那个争议，要撩拨反日仇日，可是这一把火似乎烧不起来。你不信，我再给你看这个人，手插口袋，一脸蛮横无理。当时中日他们在谈判第一线的那个外交部的司长，记不记得他？这个画面全世界都恼怒了，怎么可以这么没品？你有没有看到镜头前噼里啪啦狠话说一堆？你知道吗？镜头没拍下的是事后被抓包送走了日本谈判代表，转身他就飞到大连做什么？弯腰去安抚在大连的日本企业。为什么要安抚？要站来站啊，要走你们都滚啊！不能走，不能没有你啊！其实一开始这个画面流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说，哇，你看中国外交部亚洲司长刘劲松啊，对于日本外务省的这个所谓亚洲大洋洲局的局长啊，金井正章，你看那个态度啊，实在是好像是一个大国在看你日本要怎么跟我道歉。结果整个影像完整流出之后，才发现到说，原来这个所谓的日本的金井正章，在那个时候根本不是在低头，因为旁边有翻译在翻译语句，他是在听翻译讲话。但是这个刻意截图起来的时候呢，日本东京放送电视台的主播啊，他就讲说，你这个故意就是把这个照片弄一截一个图出来，好像干嘛？故意要让大家觉得好像日本在低头道歉了。但我们也回来看哦，事实上中国啊，对于日本所采取的这个手段啊，如果就官方来讲，他们甚至取消航班12月份原先计划飞往日本的所谓的5548个大陆航班呢，到目前为止有近904个确定取消了，而且取消比例达到16%。那到目前为止啊，中国各大航空公司的这个所谓的航线的部分啊，已经削减了72条航线，将近释出大概15.6万个座位左右。所以呢，现在这些航线的部分，也有些这个网友发现到说，好像机位啊稍微有便宜了一点啊。那但是这个便宜下来，你说对中国网友来讲，如果他的这个中国政府不准他们去日本的话，那有几个人敢冒这种大不讳呢？所以我们就回来看哦。当今天中国啊有人刻意去把这个截图，好像日本在低头的时候，现在感觉日本民间也有人在反弹了。这一张照片啊，引起非常大的讨论。因为其实在中国有一个习俗啊，就小朋友啊，如果这个什么满月啊或满周岁的时候，那他们有一个习惯是把它放在餐桌上面，然后旋转餐桌，但亲朋好友呢都在这个围在餐桌的旁边。那如果这个小朋友到那边去，他就给你一个红包啊或什么的。但是就像画面上的这个有没有？就给他红包。这是一个吃饭的场合，你把孩子放在那地方转，会不会太没品了？这是什么样的修养啊？好，重点就在于这是他们平常的一个习惯啊。但是呢，有日本一名自称叫做前自卫官的这个账号，就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影片上面呢，他把它放进来，他居然说什么？他说呢，我们无法与这种文化共存啊。那就引发有一些这个日本网友就说：我天哪，怎么把小孩放在餐桌上啊？难道你要去吃它吗？结果你知道吗？反而引起啊一大堆的这个人哦，就反驳说。
说，不是啊，这是人家的文化，为什么你要刻意去把它丑化，变成好像他们对婴儿做出这种所谓的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一段画面其实是中国大人们、长辈们为孩子祈福的过程。你看给他红包，是其乐融融的画面。可是现在你看日本网友把它挑出来，利用那个文化的认知落差。引爆了大批网友骂说这是畜生，不管怎么样是误解也好或怎么样，你这个看到两边的底层开始要对撞了。而且呢，这个其实啊，这个你刚刚讲说在网络上面是一件，但如果付诸实际行动的时候就更麻烦。比如说呢，像这个所谓在大阪盛尾市这个地方哦，他们有一些习惯，就像他们去摆设这个哦，现在那个地方其实有一些这个民众就把它摆了一个台湾的达摩阵，但是居然有一个中国籍的女子哦，她就呢，她的先生也在旁边跟她说，你不要去给人家捣蛋，她居然去给人家破坏，你知道吗？人家那个围篱围起来就是不让你进去的，但你还刻意进去，然后就把那个你们达摩阵把它给弄坏这样子，而且呢，他先生还跟他讲说，不要啦，你有什么意见就把它你去检举就好。结果没有想到，你看画面上那个女孩子啊，她居然就把所有的东西把它给弄倒，就不要让外界看到台湾这2个字啊。好，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了，就是整个仇日的这个情绪呢，不断的在煽阴风点鬼火，很怪哦。这次去对比上10几年前的这个钓鱼台，很多人想说，为什么烧不太起来？日本不接招，你要点那把火，你就没有油可以浇了，你怎么烧得起来？现在看起来，日本政府有刻意的避开在这件事情上面直接正面对决。那朝日新闻就有揭露一个讯息，他说之前川普跟高市早苗通话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有明白的讲说，川普认为中国对于高市对所谓的台湾言论的部分叫做反应过度，而且川普也建议高市早苗说，日本的部分不要随着中国这些挑衅来起舞啊。那结果你可以看得到虽然看起来日本政府是极力避免去讲这件事情，可是中国记者是没有要放过继续煽阴风点鬼火。外务省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中国记者当时在讲说，那个台湾其实应该是属于中国的啊，那台湾问题也是中国内政问题啊，那要外务省这个所谓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呢来说，结果这个茂木敏充老实讲也是个老江湖，他就直接就讲说，其实我的理解跟你的这个理解两者之间有些地方不太一样。如果记者想要挖洞让他跳，他没有入坑哦。而且这个记者就不断的追问，你知道吗？后来这个外务敏充他就讲说，没关系啊，我现在已经明白告诉你说我们认知是不同，但如果你那些问题你有疑问那你可以讲的再具体一点，那我再来看看怎么回答你啊。中日开撕了。这一次看到中国一副又要复制10几年前钓鱼台那一套经济制裁，结果嘞，看到没有？这个手插口袋、无礼送客的中国外交部司长，当时那个样子，噼里啪啦狠话说尽 ，get go， 被抓包，一个转身送走了日本谈判代表之后，转身他就飞大连干什么？去弯腰、去哈腰、去安抚日本企业，别走啊，不能没有你啊，不是要硬吗？来呀，不。中国现在还有当年的经济底气吗？俊阳哥，恐怕没有了，因为中国 GDP 现在变成说这1年下来，它是逐步的每一季在下滑当中哦。第一季成长5.4%，第二季呢变成5.2%，第三季呢变成4.8%，那预估呢第4季，也就是现在会变成4.5%，每一季在往下掉不要忘记今年中国喊出说他们目标是5%哦，结果呢第4季变成4.5%，那明年更不用讲了，预估整个明年中国2026的 GDP 可能只有4.8%左右，这是多大的警讯，观众朋友，2025都在这个地方。5.4、5.2、4.8、4.5，你把它加起来除以4，再简单不过的算术，几乎就保五无望了，嘟好。可是明年更干脆，直接告诉你 GDP 4.8。保五无望，要跳票了，没有达标嘛，没有达到5%的标准嘛，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中国的经济现在面临到非常大的考验。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川普的关税呢，现在还在持续谈判当中，包括跟中国方面也在持续谈。但问题是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告就指出说，如果关税战不能够实质的缓和的话，必须会冲击到出口的相关的这些从业人员。俊阳哥，你知道影响到多少人吗？将近1亿人，1亿人，将近1亿人这么多人那这些释放出来的这些出口行业的劳动力呢，就会转向另一个行业了。这个行业是什么？有可能就冲击到他们里面的外送服务员这个行业。好，来了，我们看到了外卖、外送，不管骑车的、开车的，这个其实是大规模失业的灾难现场。是，没有想到央视居然
被痛骂说是丧事喜办，被网友全网炸锅，骂到他去下架了这一篇纪录片。对这个事情为什么会炸锅呢？我们今天报新闻，大家仔细来看哦，这个是央视啊跟中国大陆的美团联手推出了片名叫做《闪耀登场》的这个外卖员的宣传片。可是你看哦，光看这部片前面几分钟，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怎么跟我们看的这个平台这些外送员匆匆忙忙的样子不太一样？你看这个外送员看起来从从容容的感觉，是脸上的妆啊完好如初，所以你光看这几个画面就已经被中国大陆网友给轰爆了。轰爆之后呢，现在这部短片啊已经下架了。那我们今天报新闻跟大家讲，为什么这部短片的问题出在哪里？原来啊，它的故事的开头啊，说这个女子啊原本是平面设计师，平面设计师看起来很好啊，工作不错啊，可是她觉得说，我做平面设计师工作内容太单调，每天2点一线工作内容枯燥乏味，那怎么样？我辞职去做外送员好了，去做外送员我每天骑着机车可以沿途欣赏我经过的美景，看起来生活是不错了。大家觉得看到这里，你觉得说，怎么可能你不觉得哪里怪吗？我今天有一个就是一个正职的工作，我会辞掉正职来做外送，只为了看沿途的风景。他到底是主动的辞掉原有的工作，还是被辞掉原有的工作呢？完全不合逻辑。对呀，你看他辞掉工作之后呢，你看一般外送员骑机车都是赶快能钻就钻，赶快跑单就跑单。他骑的不急不徐，骑得非常缓慢，甚至呢他骑到几点了，看到有观光在拍照，他还把车子停下来帮他拍照，就这一幕拍旁边的花花狗狗啦，猫猫草草等等，还帮旁边的这些客人来帮他拍照，大家觉得有可能吗？会出来拼单，多冲几趟，多赚几趟的，都是为了拼生活。是，你还真以为大家出来这边交朋友的啊？俊阳哥最扯的还没完，最扯哪里？这个外送员啊，他跑了外送之后呢，赚到了钱呢，因为他沿路都在用手机拍照，所以他存到钱之后呢，买了一个单眼相机。那接下来要开摄影展，哇，天哪！看到这边很多这个网友的拳头都硬了，很多外送的朋友拳头都硬了。我每天外送这么辛苦，挣了几分钱，结果这边宣传的短片呢，居然是这么美好的 ending， 完全跟现实脱节所以呢，这个宣传短片呢，在中国大陆网络上被轰爆冲了，现在下架，甚至网友猛烈吐槽啊，他说光是你这样的情况，我们做个现实的来做对比，现实的这些外送员生活怎么样？你看大家非常辛苦即便是淹水脚受伤一跛一跛装着一只上面写着悲歌是现实情况，现实下面是他那个宣传片的情况，完全对比，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上面的人连淹水他都要涉水而过，下面的哪有这么美好？妆容化得好好的去送外送，大家想想，真的有可能吗？这个不是丧事喜办，什么才是？所以你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甚至硕士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都往这里去了。更惨的是，你以为学有专精，医学院念7年出来的这些高大上的医师呢，居然白天你的患者变少，钱变少的，其他时间干嘛？居然还要去送便当啊！对，你要知道，现在中国大陆发生非常严重的内卷情况。什么叫内卷情况？人才过于太多，那其实坦白讲撑不了很多的，包括很多经济层面各行各业的人士，包括我们提到说，在台湾可能大家比较认为，包括精英人士，像什么医师。大家觉得医师呢，过去一个月可能一个月月领10几万薪水，可能看起来很正常。可是，在中国大陆第2、3线的城市他们的基层医师是非常辛苦了传出说他们基层医师月收入已经降到人民币2000到3000元了，折合台币不到15000块。大家想说，怎么可能？医生怎么可能一个月赚不到台币15000块？在中国大陆基层的医院的医生确实如此。那赚不到那么多钱怎么办呢？我另外去找工作嘛。那就有传说很多基层的医生我白天当医生，晚上呢我干嘛？去跑单送外卖。天哪，连医生都跑单送外卖，这就呼应了你刚刚上一页告诉我们的说，整个失业人口高达了将近1亿。那什么意思？9亿劳动人口，有1亿是失业，9个亿个没工作的情况之下，好，我就问，当今天医生也来抢外卖，当硕士也来抢外卖，你正常那些蓝领要来补贴一点的人，你跑得过他们吗？更辛苦了，而且不止医生呢，连留学生学成回国之后呢，回到他们中国大陆之后呢，也在送外卖。这个是洛杉矶电影学校毕业的留学生他说我找了好几份工作但是没办法，我找的工作呢后来都被 fire。我找了 A 被 A fire， 找了 B 被 B fire， 我做不下去怎么办呢？我投履历都已读不回，没有回应，我只好去做外卖。所以你看，外送跟失业的真相被央视的这部纪录片给彻底美化，甚至被遮盖了。为什么？
真相是，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外送，而且你看到一个现象，不只有她一个人出来，她居然背了个孩子，一人外送全家服务啊！对，现在中国大陆外送员增多了，增多的现象是什么？女性的外送员增多了，言下之意什么意思？因为他们有个份调查显示说，女性的骑手的数目从原本的51.7万人，2022年到2024年之后呢，短短2年之内呢，增长了7到70万人，增长了将近35%。那其中呢，增加的这些女性呢，她们大概都是以已婚跟已育有小朋友，她结婚的这些女性为主。但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这凸显一个社会现象，很多家庭妇女她们的家庭开支已经没办法贴不下去了，我只好边带小孩边去外面跑单来贴补家用。在中国大陆就上演了，有一个这个妈妈她平时要顾小孩子，可是她又为了生活必须要送单，怎么办呢？外面滂沱大雨她把小孩子就像这样子有没有带到警局去？说警察大人可以帮我看一下小孩子吗？因为外面雨势太大了，我没办法带着我小朋友一起跑单。大人可以淋，小朋友不能淋啊！感冒了，我一个月我一天赚你200块人民币。感冒要不要花钱？要花钱，我们就入不敷出啦。是，你看那个警察还算蛮有良心，然后看到小朋友来全身湿湿的，还拿毛巾给他擦，希望他不要感冒，看起来是蛮感人的。可是问题是，这也凸显中国大陆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家庭其实坦白讲，你做正职工作已经支撑不了你的薪水了。要拍就是拍这种真的接地气的纪录片呐。俊阳哥还有另外接地气的影像在这里，这个影像呢是凌晨5点上个礼拜在上海街头呈现出来的场景。什么场景呢？大批的外送员躺在上海的这个长椅上面，为什么呢？他们为了省房租，甚至有些人可能是太累了，直接就地而起，直接躺在这长椅上面。我们看好几个工作的那个外卖跑单的这些机车骑士，通通躺在长椅上。哇，自备睡袋，这个画面不是骗人的。是，你看每一个长椅占据了1个人，然后自备睡袋，而它旁边都有一个，你一看就知道那个是外卖特有的这个装住食物的箱子。对，跑累了，直接睡在公园。这么冷的天呢，这个才是真实状况。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那个纪录片会被轰爆？你看看街头的民众到底是体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反映这个真实，或许你会被网络上给你一个赞，可是你反映的方向却不是你看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样的情况，难怪你被轰爆嘛。所以当失业人口直逼1亿，你不想被失业，你不想被洗到底层，你怎么办？你要牢牢抓住什么？公务员铁饭碗。破掉也还是铁啊！是，你要知道，中国大陆每年的国考都非常多人要去考，但录取率真的是非常低2026年的国考破纪录，有371.8万人通过资格审查。那通过资格审查的话，只有3.8万人左右而已。怎么样？录取率只有1%而已啊！这录取率这比中乐透还困难呢？这个是恐惧的总和啊！是，刚刚提到了，要是我不考了个铁饭碗的话，可能我就要洗到越底层去了。是，那你看那个数字啊，你要考铁饭碗是这么容易的事吗？当然不是啊，非常困难，而且部分的热门职位6000人选1个人你是那个6000之一的幸运儿吗？很多人不是这样子，那怎么办呢？我只好继续做其他工作嘛。你要知道，很多的民众他北漂，甚至他到了1线城市，希望能够挣一个好薪水之后退休之后能够光荣返乡。可是，在北漂的生活是大不易。就29岁的这个中国的网友就说：“我北漂来到这个都市来，可是问题是我只能省吃俭用，我一天只花1美元在吃饭，1美元大概相当于台币30块钱吃2餐。”你就知道他们为了省钱是非常卖命在省的，所以这也凸显说中国现在最大问题就是经济问题。那经济问题背后呈现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就业问题。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俊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